这个兔儿不知道除了四川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也吃兔儿肉？兔儿已经打整干净了，我们吃小半边，加上这个兔儿干就可以了。今天做非常经典的川南名菜——宣锅兔儿，绝对的够味，也是一道很巴适的江湖菜。宰成1厘米见方的小壳壳儿。宰这个兔儿比较麻烦。 大家可以叫年轻的老板娘帮你宰好。如果年轻的老板娘不宰，可以叫老公宰、叫男朋友宰、叫女朋友宰。实在没办法，只有跟我一样自己宰。其实吃这个兔儿肉还是挺划算的哈，价钱又相应又好吃。活的兔儿12块钱一斤，刮好的18块钱一斤，比猪肉便宜多了。其实这个兔儿干特别的嫩，特别的好吃。 我到外面去吃那个宣锅兔儿，就喜欢吃兔儿干。宰好的兔儿肉，马味盐，底味稍微厚重一点，胡椒粉、鸡精、料酒，少许水，下手给它码匀，让兔儿肉把料酒还有水全部吸收进去，胗子吃起来才会鲜嫩。最后来上一点红薯淀粉，再次码匀即可。 宣锅兔儿必不可少的子姜，切成丝。现在的子姜20块钱一斤。小青椒切成壳壳儿，再来一点小美很辣，也切成壳壳儿。再来上一点姜蒜，给它剁成末。再准备2个红色的2荆条，切一下炸碎。 吃的比较辣的朋友可以用小美辣。锅内烧油稍微多一点，兔儿肉给它滑一下油。最近这个胖娃儿也出去打工了，现在一点都不好水儿，也没人找我唱歌，也没有人找我水这个水那了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油温5成热，下入码好的兔儿肉过油。如果潮去你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。 这首歌最近又被唱火了哈，这个是我很小的时候听的，我记得我还在读小学。兔儿肉下锅大约炸个40-50秒，把它滑熟，现在就可以露出来控油了。锅里面留一点底油，下入干花椒、剁碎的红辣椒、四川豆瓣儿、姜蒜米子，来点紫姜丝。 山奈粉，全部炒香出色，加水，下入刚才滑好油的兔儿肉，烧开过后调味鸡精、陈醋一点点，白糖、胡椒、料酒、蚝油，煮1分钟过后，下入子姜还有青红椒，淋上一点花椒油。 活转的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大家还可以放一点自己喜欢的配菜，莴笋啦这些都行。最后撒上一点葱节和香菜节，点缀一下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宣锅兔儿就做好了，胗子煮出来的兔儿肉滑嫩入味，鲜美，吃起来过瘾又爽口，味道特别的浓郁。喜欢重口味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。不喜欢重口味的朋友就算了，因为这道菜辣度比较高。马上准备吃饭了，这里拿了瓶饮料，给老板发个视频，问他行不行。吃饭了哟，老板。我在吃啊。你看这个。 吃这么好，你不怕长胖啊？不怕，这个行不行？说话呀！你看我这个行不行？老板吃的是泡面，问你这个行不行？哎呀，行嘛。行不行？你自己心上没得点数啊？不行也得行，要不然你回来收拾我，我也不怕。回来呀。别打扰我吃泡面。 那我吃饭了，挂了，我开了。哇，入口的第一感觉辣，第二感觉嫩。这个兔儿干才嫩，真的就跟豆腐一样的嫩，好好吃哦。
就选锅腿这道菜有个要点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腿儿一定要选紫腿儿，不要选老腿儿。那个老腿儿煮出来的话，肉质比较柴，不好吃。过瘾。这个紫姜丝也好吃，除了辣一点以外，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别的毛病，因为我吃不了太辣的。仔细想想，好久都没有喝饮料了，喝这个饮料感觉真好。老板如果在这里吃饭的话，他不准我玩手机，我就喜欢吃饭，看看新闻，喝点饮料，这就是人生。喝了点饮料，腿儿也吃的差不多了，只剩一点点了，明天中午吃，太过瘾了。这个到了冬天呢，尤其是春节前后，汤圆儿在我们这里非常的受欢迎，因为北面南米嘛，汤圆也是属于糯米制品。平时呢，一般都是煮醪糟汤圆儿或者是鸡蛋汤圆儿煮着吃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研究一个比较具有创意的做法。这个汤圆儿是我买的成品汤圆儿，超市里面都有卖的，几块钱一袋。另取一碗，打入一个亚紫色的鸡蛋，把它调散。锅内先把水烧起，这时候再来准备一点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锅内水开，下入汤圆儿，转小火，用勺子轻轻的推一下。汤圆儿下锅大约煮了3到4分钟，全部煮来浮起了，已经煮熟了。现在用漏瓢给它漏出来，放入清水中透凉。透凉过后，给它倒入一个平坦一点的碗中，打好的蛋液倒进去。轻轻的搅拌均匀，让每一个汤圆上面都裹满蛋液。裹好蛋液汤圆，给它放入面包糠中，让它沾满面包糠。再用手稍微给它搓一下，这样子才会更紧实，面包糠才不会掉。全部裹完，隔壁小孩已经在馋哭了的路上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炸了。上一次我不是做了一个酸菜炒汤圆儿，其实它是一道江湖菜，很多朋友都说是黑暗料理。今天来做一个油酥汤圆儿，更香更脆。先在锅内下入95毫的菜籽油，稍微多一点，3成油温下入汤圆儿炸制，记住用小火，慢慢的炸，大家不要慌。还有一点就是油温不能过高，如果过高的话，汤圆儿要爆。汤圆全部炸来浮起了就可以了。现在关火，把它露出来。露出来之后就有一点烟了，但是表皮摸起来还是脆脆的。我们先来告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。我也是第一次尝试。表皮是脆脆的，然后里面的话是特别糯的口感。啊，好吃，真的是好吃，但是呢，没达到我想象中的效果。下次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汤圆可以给它挂上一层糊，然后再来裹面包糠，这样子的话，它就不会塌，外面就是邦硬的很脆，然后里面是非常的糯。不应该直接裹蛋液炸，应该挂糊再裹面包糠炸。大家在家里面没事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搞一下嘛。吃鸡腿还是非常安逸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想念这道炸汤圆，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没有？下期见，拜拜。